在全球汽车行业的版图中，有这样一家辉煌无比的车企——斯特兰蒂斯 （Stellantis）， 它长期稳坐全球第4大汽车集团的宝座。总部位于荷兰，但是旗下却并没有任何荷兰本土品牌，反而是汇聚了菲亚特、标致、雪铁龙、克莱斯勒、道奇、玛莎拉蒂等10几个如雷贯耳的汽车品牌，堪称欧洲与美国汽车工业的顶级组合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汽车巨头，如今却爆出了史无前例的巨额亏损。很多人乍一听这个消息，第一反应便是中国电动车发展势头太猛，欧洲老牌车企扛不住了。但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，仔细剖析其财务状况时，就会发现，真正将斯特兰蒂斯拖入深渊的，并非外部竞争，而是它自身的问题。本期内容就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究这家车企是如何走向断崖式巨亏的。或许很多人对斯特兰蒂斯这个名字并不熟悉，但你一定认识它旗下的众多品牌：菲亚特、标致、雪铁龙、Jeep、克莱斯勒、道奇、公羊、玛莎拉蒂、阿尔法罗密欧等，前后后一共有14个品牌。除了德系车之外，欧洲最知名的汽车品牌几乎都在它的名下。根据2025年下半年的业绩预告，斯特兰蒂斯预计亏损1500亿到1700亿人民币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可以说是全球汽车行业历史上最惨烈的亏损之一。虽说如今车企大多都面临亏损的困境，但斯特兰蒂斯1年的亏损额可以够蔚来汽车亏上8年，够小鹏亏30年。就连国内的传统汽车巨头，像广汽这样的企业，1年最多亏损80亿，和斯特兰蒂斯相比，简直不在一个量级。那么，斯特兰蒂斯怎么这么能亏呢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为了调整电动化策略，他提出了高达222亿欧元的重组计划，这其中包括产品的重新规划、供应链的缩减，还有员工的遣散费等。由于规模极其庞大，几乎每一项都在刷新记录。如此巨大的亏损，在市场上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。消息一经传出，股价在1天之内就暴跌超过20%，市值蒸发超过320亿美元。面对这样级别的亏损，投资者怎能不恐慌？公司赶忙宣布暂停分红，同时计划发行50亿欧元的债券来补充现金流。CEO 也表示，之前太过乐观，现在要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，逐步剥离一些不赚钱的业务。整个集团进入了自救模式。实际上，斯特兰蒂斯旗下品牌的销量并不差。同样在2025年，斯特兰蒂斯的全球销量大约是540万辆，而比亚迪的全球销量约为460万辆。他们两个销量差不多，但比亚迪是赚钱的。人家比亚迪赚的不算多，但是全年净利润也有望突破520亿人民币。要理解斯特兰蒂斯怎么做到销量第一梯队，但是亏出史无前例，我们得把时间回溯到2023年。那一年是斯特兰蒂斯表面风光无限，实则暗藏危机的一年。当时整个汽车行业都在疯狂地比拼电动化、成本控制和研发投入。然而，同年的斯特兰蒂斯却选择了一条目光短浅且致命的道路，不注重技术研发，只追求短期财报的好看。首先，他大规模裁员，直接砍掉了几千个岗位，无论是研发、工程还是市场部门，都未能幸免。目的就是先把人力成本降下来。接着，他疯狂削减研发投入，对于电动化平台、新车型以及智能化技术等方面的研发，能削减就削减，能拖延就拖延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采取了上下游通吃的策略。一方面，向供应商强行索要65亿欧元的违约金、返点和补贴；另一方面，把43万辆库存车强行甩给经销商。这一系列操作下来，效果立竿见影。2023年，斯特兰蒂斯的净利润直接达到186亿欧元 ，CEO 的年薪加奖金高达3650万欧元，在全球车企高管中都名列前茅。这样亮眼的财报，在当年赢得了一片掌声，诸如逆境之王、成本控制大师、老牌车企的骄傲等赞誉纷至沓来，股价也一路高涨，高管们名利双收。仿佛面对中国车企的挑战，欧洲老牌车企成功守住了阵地，保住了颜面。但稍有商业常识的人都清楚，这不过是透支未来换取当下的繁荣。果然，报应来得比想象中还要快。仅仅过了1年，2024年，斯特兰蒂斯的净利润就直接暴跌70%，只剩下55亿欧元。到了2025年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前一年财报有多光鲜亮丽，后面的反噬就有多猛烈。如果说短期的财务操作是急性毒药，那么电动化转型迟缓则是斯特兰蒂斯的慢性病。
而且已经病入膏肓。作为全球第4大车企，斯特兰蒂斯在电动化方面的表现异常保守。其实这也不奇怪，欧洲企业和中国、美国的企业相比，基调就是保守的。斯特兰蒂斯的新能源渗透率至今仍未超过20%，而且这还是把混动车型计算在内的结果。如果只看纯电车型，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在美国市场，它几乎只剩下唯一一款纯电车型在售，销量低迷，毫无存在感。特斯拉、福特、通用，甚至后来的韩国车企都把它远远甩在了后面。纯电市场没有起色，斯特兰蒂斯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主打混动车型。但问题是，它的混动技术与中国车企相比，明显落后一代。斯特兰蒂斯与 LG 新能源在加拿大合作建设的电池工厂，成本比亚洲同行高出20%多，最终他扛不住压力，几乎是白送的卖掉了自己的股份，认亏21亿欧元。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损失。更糟糕的是，产品质量问题频发，不得不追加41亿欧元用于保修。在北美的新车故障率也大幅飙升，整个品牌的口碑和现金流都受到了严重影响。在国产电动车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，斯特兰蒂斯的市场份额已经萎缩到了0.3%。像玛莎拉蒂这样的豪车品牌，去年仅售出1300多辆，阿尔法罗密欧更是一年销量不到500辆。它的合资企业如广汽菲克已经破产，工厂都被拿去抵债，几乎可以说是全面失守。斯特兰蒂斯完全没有跟上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大潮，又坚持采用进口模式，没有进行本土化生产。在电池、电机、电控、混动架构、能耗控制、车机智能化等每一个环节，斯特兰蒂斯都被中国产业链全面压制。当全球汽车行业已经迈入电动化、智能化的下半场，斯特兰蒂斯还在为传统燃油车的利益平衡问题而陷入内耗。然而，市场不会等待任何企业觉醒，其实中国车企也在赔钱，但是至少在各项技术方面的迭代速度是以月为单位的。而斯特兰蒂斯却还以年为单位，犹豫不决，内部消耗，观望不前。最终的结果就是它的燃油车基本盘不断萎缩，电动车的新增长点也抓不住。这其实是很多欧洲车企的通病，一开始看不起中国车企的起步，后来跟不上中国车企的发展速度，最后抵挡不住中国车企的攻势。而斯特兰蒂斯则把这个毛病发挥到了极致。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，就会发现斯特兰蒂斯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致命缺陷。它并非是一个从小到大健康成长起来的公司，而是一个由濒临破产品牌拼凑而成的怪物。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它的发展历程。最初，菲亚特经营不善，收购了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，组成了 FCA， 而 FCA 本身就问题重重，利润主要依靠玛莎拉蒂和 Jeep 支撑，主业发展一塌糊涂。后来FCA 又与法国标致雪铁龙合并，将意大利车、法国车、美国车强行整合在一起。2021年正式更名为斯特兰蒂斯，并将14个品牌打包上市。表面上看这是强强联合，实际上却是弱弱抱团，品牌众多且分散，完全没有协同效应，资源被无限稀释。中国车企的做法是集中所有资源，打造一款拳头产品，然后推向全球市场。而斯特兰蒂斯则是旗下10几个品牌各自为政，平台不通用，供应链不共享，技术不互通，内部竞争比外部竞争还要激烈。这和欧盟的情况倒是颇为相似。欧盟由20来个国家各自发展拼凑在一起，政策难以统一，步调难以一致，看似是一个庞大的整体，但真正到了需要集中力量、快速决策与对手竞争的时候，却显得松散、迟缓，无法形成合力。斯特兰蒂斯就如同汽车界的小欧盟，摊子铺得很大，名头听起来很响亮，但内部协调成本高得惊人，资源分散在各个方面。在电动化这场硬仗中，它完全无法发挥出自身的体量优势，反而被自身的臃肿和分散一步步拖入泥潭。10几条业务线同时维持，资金不够分配，人员也不够用，研发进度自然跟不上。看似规模庞大，实则脆弱不堪，一戳就破。走到如今这一步，斯特兰蒂斯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既现实又无奈的道路，抱中国车企大腿。他做了2件至关重要的事情，一是花费数亿欧元入股中国车企领跑，获得20%的股份，并成立合资公司领跑国际，计划从2026年开始，在西班牙工厂直接引入中国的电动化平台和技术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国际合作，优势互补，本质上却是花钱买专利，用市场换技术。实际上，这是一种反向合资模式，
领跑汽车负责技术和产品的输出，斯特兰蒂斯则负责全球的渠道和生产资源。过去几十年，汽车行业的中外合资都是欧美出技术，中国出市场。在电动车时代，这个玩法可能会彻底调转过来。另外，斯特兰蒂斯还与东风汽车合作，推出了新品牌世界 Hatmos。这个品牌的核心技术由中方主导，研发周期缩短了一半，同时还能借助东风成熟的供应链大幅缩减成本。在危机时刻，斯特兰蒂斯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全球能够为他提供成熟、低成本、大规模量产电动化方案的只有中国的产业链。尽管欧盟整天喊着警惕中国电动车，保护本土车企，但欧洲本土最大的车企之一已经光速与中国车企牵手。毕竟，对于企业来说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汽车行业的规则是：欧洲定义豪华与技术，美国定义大排量与皮卡，日本定义精益与低油耗。但如今，规则已经彻底改变，电动化和智能化重新定义了一切。技术中心在向东移，产业链中心也在向东移，创新速度、成本优势和迭代能力都在全面向中国倾斜。游戏规则已经换了庄家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欢迎点赞、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